上期说到，李四九刚逃过古境诅咒，又陷香港生死谜局，江开家人惨遭厄运，神秘红衣女持刀突袭，招招致命。红馆之内，摇滚道士张默现身，昔日搭档林千怡竟遭诡异表白。更骇人的是，猥琐宅男唐仔身边美女如云，却引万人暴动，女粉厮杀，血溅当场。这一切是邪术作祟，还是诅咒再现？接下来请继续聆听。我把事情和他说了一遍，看他能不能立刻赶来处理一下。那位负责人听到这次的事件竟然是发生在红馆，而现场又有不少于1万名的观众之后，立刻表示马上让人赶过来，同时让我转告给林千怡，尽量想办法和会场内的保安负责人取得联系，在他们赶到之前不要随意放人离开这里。打完了电话，我没有耽搁，先跑到会场出入口，让保安找来红馆的安保负责人，借着公安部的证件告诉他现在怀疑会场内有恐怖分子潜伏在这里，要求他们立刻关闭会场内的所有出入口，禁止任何人包括演唱会的工作人员离开这里。起先那安保负责人还有些拒绝，说内地的公安管不到香港。无奈之下，我只能又打了一次电话，让那位外事处的负责人直接和他说明。不知那个外事处的人在明面上到底是什么身份。总之，在他打完了电话之后，红馆的人立刻同意了我的要求，一道道铁门瞬间被拉上，不但里面的人出不去，那些还没来得及入场的歌迷们也被挡在了外面。这些人立刻拍起铁门嚷嚷了起来。红馆的负责人看到外面有些情绪激动的人群，忍不住问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告诉他一会儿就会有人过来，在这之前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场馆里的人出去。说完这些，我怕再被缠住，便回到了会场内部，想要告诉林千怡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了。然而当我回到会场内部时，却发现就在我离开的这短短10几分钟里，里面的混乱局面竟然已经停止了。在我离开之前，躺在身边的那几个女人正好像是互相之间有杀父之仇一样，不但拳打脚踢，还恨不得杀了对方。然而当我回到会场之后，却发现那些女人们竟然已经住了手，所有人都像梦醒了似的坐回了自己的位子，一边整理着自己的仪容，一边无地自容。只有之前紧挨着唐仔而坐的2名女士还好像没有清醒过来似的，如同杀父仇人一样互相看着对方，咬牙切齿。要不是他们身后紧紧抱住2人的保安，恐怕还要继续打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找了一个保安，问他这些女人是怎么了，怎么忽然间都恢复了正常。那个保安今天也是被这怪事儿弄昏了头啊，也不看看是谁在问他，便告诉我随即到啊，这些女人忽然间就好了。忽然好了？我有些奇怪，四处看了下，却发现在这些恢复正常的女人们中间，竟然找不到唐仔的踪影。人哪去了？我四处转了一圈，哪里都看不到唐仔的影子，而且不光是唐仔，就连林千怡也消失不见了。打他的手机竟然也提示关机。林千怡能去哪儿呢？我心情立刻紧张了起来，生怕他出了什么意外。但随即又想到唐仔和林千怡一起失踪，是不是因为被他给制服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些女人们忽然恢复了正常，也就有了解释。我越想越觉得有这个可能，便找了几个保安问了一下，果然从他们嘴里得知，刚才好像是有一个矮胖的男人被一个女人带走了。我心中一喜，连忙追问他们去了哪里。其中一个保安给我指向了通往后台的一个出口。后台？他带唐仔去那里干嘛呀？难道是为了找张默帮忙？我来不及细想，便从那个出口钻进了后台。后台里边，许多工作人员正交头接耳地谈论着刚才 VIP 区域发生的骚动。
甚至有些人还在讨论演唱会是否还能够继续的问题。这些人因为太过于专注于讨论，甚至都没有人上来询问我这个擅自闯入后台区域的闯入者。我一边观察着周围，一边思索林千怡把唐仔带入后台之后会带他去哪儿。忽然间就看到一群人拿着乐器从一间房间里走了出来，而走在最前头拿着吉他的那个人不就是张默吗？他怎么会在这里？那林千怡呢？想到这儿，我便上前和他打了一个招呼，并且问他林千怡在哪里。然而张默的话却让我的后背瞬间感觉发凉，就好像比冰块还要冷。千怡，他不是和你在一块吗？10几分钟之后，一个身穿西服50多岁年纪的中年男人找到了我们。经过自我介绍，我才知道这个男人的真正身份，原来便是我之前联系的749局在香港的外事处负责人李天明。李天明在明面上的身份我并不知道，不过我猜测多半是和香港警局有关，因为和他一起赶到红馆的还有许多身穿着警服的警员。李天明给我介绍，这些警员都是749局派驻到香港的外事处工作人员。因为这一次涉及到神秘事件的人数超过了1万人之多，李天明已经决定在整个红馆内通过空调系统来散布记忆清除药剂，只有这样才能在不知不觉中对整个场馆内的所有人统一进行一次记忆清除。对于李天明，张默似乎也很熟悉，在听完他的计划之后，张默便急忙将林千怡失踪的消息告诉了他。小林子失踪了。李天明有些吃惊地看着我，你们2个能确定？我告诉他，其实在外事处的人赶到前，我和张默已经确认了2件事情。第一，林千怡和唐仔的确是进入过后台，这一点我们已经从最初告诉我的保安口中再次确认了一遍。那个保安看到和唐仔一起进入后台的女人，的确就是林千怡。第二，在进入后台之后，林千怡和唐仔2个人就失踪了。我和张默在后台搜了个遍，也没有找到关于他们2个人的任何线索。因为事发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外面的骚动上，因此当时现场的工作人员谁也没有注意到有2个人在混乱中进入了后台的这件事情。我起初以为林千怡可能是来找张默的，但事实上一直到我来找张默的时候，他才知道刚才演唱会现场外出现了一次不小的骚动。在此之前，他一直都在和乐队的队友们一起准备接下来的演唱会，既没有走出过准备室，也根本没有人来找过他。既然如此，那么当初林千怡为什么要和唐仔进入后台呢？而且他们进入了后台之后，又究竟去了哪里？听了我们的说明，李天明走了几步，忽然抬头看向天花板，问我们俩：你们刚才看过监控了没有？张默双眼顿时一亮，监控，对了，可以看监控啊。于是在李天明的提示下，我们3人赶到了红馆的安监室内，叫现场保安把最近30分钟的监控录像回放给我们看。在保安调整播放设备时，李天明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挂断后，他掏出了3个口罩，发给了我们2个，叫我们戴上。我看着口罩，不知是什么意思，张默却一声不响的已经戴了起来。李天明指了下我头顶的中央空调，给我使了个眼色，我立刻明白了，原来是记忆清除喷雾要开始投放了。当我把口罩戴上之后，看了一眼面前电视墙上的一个监控画面上的镜头，在镜头里，演唱会的现场开始从天降下了一团白雾，从中央空调中投放的记忆清除喷雾已经被空调释放到了整个会场之中。就这样，在现场的观众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外事处的记忆清除工作已经无声无息地开始了。在监控室里，我们面前的那个保安刚刚打开了一个视频，告诉我们这就是之前30分钟后台监控拍摄到的画面。他正准备把视频点开，整个人却忽然好像木头人一样呆住了。见状，我知道是投入到空调系统中的记忆清除喷雾开始生效了。根据李天明刚才的说法，在之后的15分钟之内，这些吸入了喷雾的人都会暂时失去意识，不过当他们清醒了之后，便会忘记刚才现场发生的骚乱。我伸手在保安面前晃了晃，确定他的确已经失去了意识之后，便将保安的位子从电脑前挪开，随后自己操作起鼠标，将30分钟前后台拍摄到的监控画面调到了电视墙上。3个人一起寻找起林千怡的下落。红馆后台的监控摄像头一共有10几个之多，分别分布在后台的出入口、走道，还有各个化妆间、道具库房、休息室等地点。李天明让我估算一下林千怡失踪的具体时间，随后叫我先把镜头固定在从演唱会现场进入后台的入口上。只见电视墙中央的屏幕闪烁了一下，跳出了一个摄像头拍摄的画面。画面上正是李天明所说的后台入口，无数男男女女正在这个入口里进进出出。我在心里估算了下林千怡出事时的大致的时间，开始将画面快进。刚刚才快进了没几秒时，张默忽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让我赶快把画面停下。当我按下暂停键，同时把这个镜头上的画面映射到正面电视墙上的时候，林千怡的倩影出现了。果然和我们之前得到的消息一样，林千怡进入了后台区域，而且不是一个人，而是和唐仔一起。只是奇怪的是，在画面上我发现那个唐仔并不像是被林千怡制服了的样子，2个人反倒像是亲密的情侣一样，互相手牵着手走出了摄像头的画面。这个，我和张默2人呆呆地看着镜头中的林千怡，同时目瞪口呆，连接下来要干什么都忘了。幸好这时候李天明拍了我一下，让我赶快切换到别的镜头上，看看他们到底去了哪里。闻言，我连忙醒转过来，将这个监控的镜头缩小，随后又放大了另一组镜头。在这些监控镜头中，林千怡和唐仔2人进入后台通道之后，并没有继续前进，而是转头进入了通道旁的一扇大门里面。在画面上可以看到那扇大门旁挂着的紧急出口指示灯。我指着屏幕，张默，这个紧急出口是通往哪里的？张默看了下说，那是后台的紧急逃生出口，如果红馆内部发生了火灾，后台的人员可以通过这里立刻离开红馆。难道他们已经从这里出去了？我摇头说，不可能，出事的时候我已经通知过这里的安保，让他们不要放任何人离开这里。稍等。李天明拿起了电话对我们说，他们是不是离开了？我现在问一下就知道了。说吧，李天明就给自己的属下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们立刻到那个紧急逃生出口去看看。几分钟之后，他的部下回电，确认了林千怡他们果然是从后台紧急逃生出口那里离开的。而且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当时负责那个出口的保安竟然并没有对林千怡他们进行过阻拦。我问，怎么会这样啊？李天明说，现在已经不能知道出口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当时负责那里的保安现在已经吸入了记忆清除药剂，陷入了呆滞的状态，根本无法回答他的部下任何问题。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性，便接过李天明的电话，询问他的部下，那个保安是不是女人？电话那头的人有些吃惊地问我，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深吸了一口气，苦笑着把电话还给了李天明。
同时说道：“现在事情已经可以说是水落石出了，那个唐仔果然有问题。”李天明和张默同时一愣，随后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无论是林千怡在镜头中奇怪的举止，还是那个放任两人离开的女保安，都从侧面向我们证实了那个唐仔肯定是具有某种特殊能力，这种能力很有可能可以控制他人的思维和身体。而且我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道，这个唐仔的能力很有可能只对女人产生影响。你能确定？张默问。和你的猜测怎么解释今天发生在 VIP 区域里的骚乱呢？如果唐仔能控制那些女人，为什么他们会忽然打了起来？我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是他的能力还是新掌握的，无法同时控制太多人，结果出了岔子。张默又问，那林千怡呢？那个唐仔为什么会盯上林千怡呢？我看着他摇了摇头说，我怎么可能知道啊？我和林姐明明是今天才来香港的，怎么就会被这个唐仔盯上了呢？张默对我的回答明显很不满，他忽然拉住了我的衣领，对我质问道，你不知道？要不是因为你不在，千怡怎么可能会被那个唐仔控制住？我的错。被他这么一说，我对林千怡的担心瞬间便转化成了对张默的怒火，反问他道，要是你老老实实和我们回东海，林姐会出现意外吗？害她下落不明的是你才对吧？张默一听，瞬间脸涨得通红，指着我的鼻子，你再说一遍。李天明走过来劝慰，对张默说，大家都是自己人呢，现在重要的是要找到林千怡。张默，你现在暂时处于离职状态，林49他又是新人，没有经验，所以你们两个都没有过错，何必动这么大肝火互相指责呢？张默余怒未消，但脸色已经缓和了很多，我的气儿也顺了不少。见我们都不吵了，李天明便带着我俩离开了监控室，转去寻找和唐仔有关的线索。这时候，被记忆喷雾消除了记忆的现场观众已经有人逐渐醒转了过来。对于这些观众们来说，刚才的一切就仿佛是一场梦境，已经被他们忘却在了脑后。而刚才引发骚乱的那些女人，倒还并没有吸入喷雾消除记忆。在记忆消除喷雾被投放到空调系统之前，外事处的人已经把这些女人带出了现场。除了2名伤势最严重的女士被紧急送往了医院，其他人则都被关押在了他们临时借用的会场内部工作人员的办公室里，等待我们现场审问。见到我们进来，那些女人们一个个站了起来，纷纷向我们表示道歉，说自己也不清楚刚才是怎么了。10几个女人同时说话的声音，顿时把办公室吵得闹哄哄的。好了，李天明忽然大叫了一声，那些女人们顿时安静了下来。各位女士，你们刚才的行为已经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我可以立刻将你们交给警方，但在此之前，我可以给你们一个解释的机会。那些女人们顿时整齐地点起头，紧接着李天明便一个个询问起这些女人，她们和唐仔的关系，以及刚才那场骚乱的起因。而他们的回答却让本已经有些明朗的事件又迷离了起来。根据这些女人们的自称，她们都是这个叫唐仔的香港籍男子的女朋友，而且这些女人竟然彼此之间也都知道对方的存在。这一次他们会在一起出现，也是因为其中一个家境富裕的女郎出资，邀请他们一起和唐仔来红馆看演唱会。等等，李天明有些糊涂了，你们确定自己是他的女朋友，不是被洗脑催眠了吗？当然不是，其中一个女人回答道。紧接着其他人也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爱唐仔。这李天明回头看向了我，满脸困惑，我也一脸不解，心想自己之前的猜测难道错了？
其实那个唐仔并没有对这些女人们使用什么特殊能力，否则的话，又要如何解释在唐仔离开之后，这些女人依然一副对他死心塌地的模样呢？我忍不住问这些女人，你们爱那个唐仔什么呀？你们了解他吗？他是男人，我爱男人，我了解唐仔是个男人，这就够了。一个女人站出来回答我。在她之后，另外几个女性们也一起喊道，对，全世界的男人们加在一起也没有唐仔有男人味儿。他们的回答差点让我有些站不住脚。如果我的猜测是错的，这些人并没有被什么能力控制，那他们的审美观实在是让我无法直视。这时候，张默忽然插嘴提问，既然你们关系那么好，连男朋友都可以共享，那你们刚才为什么要打起来呢？不像刚才，张默的问题倒是把他们给问住了。那些女人互相之间看了看，表情很疑惑。随后有人说道，这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白天的时候我们几个明明还好好的，虽然大家都是唐仔的女朋友，可是没有人对别人有计较，大家都觉得能一起成为唐仔的女朋友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但是到了演唱会现场之后，我不知为什么忽然就在脑子里对身边的人产生了怨恨，觉得都是因为他们才把唐仔对我的爱分薄了，结果一时没忍住便和他们打了起来。听完了这个女人的话，其他女士们也纷纷表示和她一样，都是在到了演唱会现场之后，忽然间便对周围的人产生了强烈的嫉妒心，觉得他们干扰了自己和唐仔的关系。那唐仔离开之后，你们又为什么不继续打了呢？张默继续追问道。那些女士们一下子都红了脸，还是刚才第一个开口的女士最先发了言，自我解释是因为忽然间自己独占唐仔的冲动消失了，才停下了手。其他人也点头，表示的确是这样。在唐仔还在的时候，这些女人们都对唐仔产生了强烈的独占欲，但是在唐仔离开之后，那种独占欲望就好像退潮一样消失了。听了他们所说的内容，老实说，我自己已经有点搞糊涂了，也不知道他们是真的被唐仔吸引，还是受到了唐仔的能力控制。可是这么多美女同时喜欢上了一个男人，还是唐仔这样的，这真的可能吗？我不是在刻意贬低唐仔那种类型的男人，但事实上，在现在这个越来越看脸的社会，以唐仔那样的条件，除非唐仔其家境殷实，否则的确是很难吸引女人的注意力。可是从刚才那些女人的口供之中，我并没有感觉到她们是因为金钱才缠上了唐仔的可能性。询问临终了的时候，张默又问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唐仔的住址所在地。我知道他是在怀疑那个唐仔可能会把林千怡给带回自己家中。可是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这里差不多11位女士竟然给了我们9个不同的住址。追问之下，我们这才知道，原来在场的11位女士之中，竟然有9人都给唐仔买了房子。我问他们知不知道唐仔自己家里的住址，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上来。见状，我只能向李天明寻求帮助，不然仅仅靠我和张默2个人，等从这9个地址中找到唐仔，恐怕林千怡已经遭到无策了。对于我的请求，李天明没有直接答应，因为按照常理，外事处只会负责事件的收尾工作，并不会直接参与到事件的先期处理工作中。不过考虑到现在时间紧急，李天明还是打了一个电话给调查处的王军处长，向他征求协助调查的许可。李天明和王军在电话里说了一通之后，忽然把电话交给了我，示意我听一下。我接过手机，只听见电话里传来了王军的声音：491，现在情况紧急，我准许你邀请外事处香港负责人李天明协助你进行调查的请求。我已经通知了高亮，他人已经去了机场，最迟3个小时之后就会赶到香港支援你。
在此之前，你一定要确保林千怡的安全。我明白。我心想，这不是废话吗？无论如何，我都绝不会允许林千怡出事的。叮嘱完了这些，临挂断电话时，王军忽然问我张默在不在我身边。我告诉他，那小子现在就和我在一起。王军便问我，那小子是不是已经同意回到749局了？我说了还没有之后，王军便在电话里忽然嘀咕了一句，怎么还没同意啊？高亮这家伙不是说由你出面他肯定就会回来吗？我忙问他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王军支支吾吾了几句便挂断了电话。因为不想浪费时间，我放弃了打回去问个明白的念头，而是告诉李天明，王处长已经同意他们协助我们调查了。李天明点了点头，便督促我们立刻动身。外事处的车子已经在外面等着了。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从演唱会现场中传出了音乐声，循声望去，发现是 Z 先生的演唱会终于开始了。不久之前才乱成一团的表演会场，此刻已经完全变成了歌声的海洋，仿佛所有人都忘记了十几分钟之前发生的事情，沉浸到了 Z 先生的表演之中。然而原本应该站在舞台上的张默，此刻却站在了我的身边。我问他，演唱会已经开始了，你不回去也不要紧吗？张默也看了一下现场，眼中流露出不舍的神色。然而他最终还是强作镇定地对我说道，我是不会放下林千怡不管的。离开红馆，在外面的大街上，9辆挂着保安局牌子的警车已经在等候着我们。直到这时候，我才从李天明嘴里得知，他明面上伪装的身份其实是香港保安局的副局长。香港保安局是警务处的上级主管部门，权力可以说比警察还要大，难怪他能轻易摆平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情了。李天明将刚才拿到的地址分给了各辆警车，让他们立刻出发，而我和张默则被他拉到了最后一辆车上，说是我们3个人去查看第9个地址。现在虽然大家都是抱着同一目的，但我和张默2人还是互相看对方有些不顺眼。上了车后，张默还不满道，李局长，为什么不让我去另一辆车？我不是很想看到这小子。李天明摇头说，小张啊，你就别抱怨了，别忘了你现在已经不是调查处的正式调查员了，没有这位小林的许可，你连和我们一起坐车的机会都没有。张默苦笑了一声，没有说话。我则望向了窗外，装作刚才什么都没有听见。半个小时后，警车在油麻地的一栋高层旁停了下来。根据唐仔其中一位女朋友的供述，他给唐仔在这栋高层的某一层买了一套1000尺公寓。香港的土地和住房都是极为紧张的，这使得香港的房屋面积一般都很小，所谓的1000尺公寓也不过就是内地100平米的套房。这点住房面积搁内地屁都不算什么，但在香港却已经有资格算得上是豪宅了。而像这样的房子，除了我们面前的这栋高层里的那套外，还有另外8套，其中甚至有一套是位于浅水湾富人区的别墅。能够让这些女人如此付出，这个唐仔身上到底是潜藏着什么样的能力？我实在是有些好奇啊。因为我们是最后出发的，因此在我们赶到这栋公寓楼之前，另外8组人马已经提前到了各自负责的地址进行了调查。李天明刚停下车，便收到了另外8组人员打来的汇报电话。一个个接听完之后，李天明有些神色凝重地告诉我们，另外8个地址都已经检查过了，没有发现唐仔和林倩怡的踪迹。我的心顿时咯噔了一下，如果那8个地址都找不到唐仔的话，那岂不是说唐仔和林千怡现在就在我们这边？张默比我更着急，听到李天明的话，也不跟我们打招呼，便冲进了公寓楼。我和李天明对视了一眼，立刻也跟了上去。
到了唐仔在17楼的公寓门口，张默便匆匆地上去敲门，敲了半天也不见人开门。我怕是他刚才声音太轻，里面的人没有听见，便也上去用力敲。2个大男人轮流敲了半天，门依然还没有打开，倒是把旁边的邻居震醒了。要不是李天明及时拿出自己的证件，表示自己是警察正在办案子，恐怕别人都要先报警了。在那位邻居关上了自己的家门后，我问李天明会不会是唐仔没有回到这里啊？李天明摇了摇头，不太可能啊，其他8个地址依然都没有唐仔的踪迹，那他只可能会躲在这里。会不会是他已经知道是我们在找他，故意装作没有人的样子呢？他一边说着，一边就从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那是一把造型略显古怪的手枪，和电视里香港警察使用的.38左轮的模样相差了许多，比我手上的那把局里配发的920式手枪线条都要优美了许多。后来事情完结之后，我才从李天明那知道，原来他手上的这把枪叫做瓦尔特 P99 手枪，是大名鼎鼎的007詹姆斯邦德的爱枪之一，同时也是香港警察今年才刚刚在一部分警员中换装的新装备。等等，看到李天明手上的枪，我立刻明白了他想要干嘛，连忙出声想要阻止他。如果没猜错的话，李天明可能是想要用手枪破门而入，但现在可是晚上，在这样的走廊里开枪，难道李天明是想要把周围所有人都吸引过来吗？只可惜我的话刚出口，李天明已经开了2枪，枪声果然如我所料，在封闭的走廊里震耳欲聋，把刚刚才关上门的那户人家又给惊动了。除了他们以外，就连上下楼的住户都有人来到我们这一层，想要看看刚才的声音是什么人弄出来的。好不容易用李天明的证件把他们打发走了之后，我们才重新打开了已经损坏的房门，进入了唐仔的房间。警察，里面有人吗？李天明为了避免屋里除了唐仔之外还有别人，先做了提醒。可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有人猛地从屋里窜出来飞奔而逃的局面并没有出现，房间里面空荡荡的，什么声音都没有，除了一些明显还带着油漆味的家具之外，这里就连一只蚂蚁都看不到。张默打开了屋里的灯，在几个房间里四处转了一圈后，有些丧气地坐在了沙发上。该死，他不在这里，是不是你的人搞错了？唐仔其实是去了别的地方。李天明摇头，不可能啊，按照监控上的录像看，唐仔比我们早走了半个小时，这点时间就算他是坐地铁都应该已经到家了，没有理由9个地址都找不到人呢。那他究竟在哪里？张默看上去心急如焚，让李天明再打几个电话问问情况。可是一通电话下来，除了没有发现踪迹的消息之外，没有半点有用的情报。张默瞪着眼睛干着急，我自己也是急坏了，究竟那个唐仔把林千怡拐到了哪里去了呢？他们2个会不会是去了别的地方？于是我问李天明能不能派人去调查一下红馆外街区的监控系统，看看能不能找到唐仔的下落。但李天明却告诉我，他现在手上的人手已经为了这次红馆的事件全部出动了，因为需要保密，如果要派人去调查的话，恐怕一来一去至少也要花上1-2个小时的时间。我忙说，但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岂不是连一点消息都找不到了？李局长，拜托你了。李天明叹了口气，点头同意了。不过在他拿出手机准备给部下下达命令之前，一个电话却忽然打进了他的手机。李天明接起了电话，听了半晌，忽然双眼一亮，盖住话筒对我们说：“49，小张，我们可能有唐仔的新情报了。”我一听顿时懵了，问他是怎么回事。
李天明便让电话那头的人再重复一遍，同时打开了免提。张默也立刻把耳朵凑过来听。电话那头是李天明的一位手下，他告诉我们，他们刚刚从唐仔的一个女朋友那里打听到，其实除了现在这9个住址之外，唐仔还另有一处居所。你确定？为什么之前那些女人没有告诉我们呢？我忍不住问道。你是？电话那头的人忽然听到陌生人的声音，似乎有些疑惑。我也一样啊，刚才在红馆，李天明的大部分手下不是都见过我了吗？怎么这个人好像竟然不认识我一样？这时候李天明在一旁说道，他是林49，总部这次派来的调查员，我们要找的林千怡就是他的搭档。哦，原来是你啊。电话里的人似乎认出了我，说道，这位林调查员，我们能打听到这个消息，其实还要多亏你啊。多亏了我有些听不明白啊。经过交谈才知道，原来供出唐仔的另一处居所的，竟然就是下午在餐厅试图杀我的那个女人。我还记得今天下午的时候，自己在餐厅忽然被一个陌生的女人袭击，要不是有林千怡出手替我挡下，恐怕我现在已经躺在了医院里。最后那个袭击我的女人被送入了警察局，而当时替我们牵线解决来自警察方面麻烦的，恰好就是李天明。而万幸的是，那起事件并没有这样结束了。一名749局的调查员在香港忽然被人袭击，身为当地外事处负责人的李天明，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还派人去了警局进行深入调查。而负责此事的人，就是现在正在和我们通话的那个人。此人姓江，我猜测应该是和李天明一样，隐藏在保密局的外事处工作人员。这里我就暂且用江先生来称呼他。江先生说，下午他去了警局之后，发现那个被带回警局的女人，直到回了警局之后，精神仍然一直处在一种亢奋状态下，吵吵嚷嚷的要杀了我。因此警方怀疑这个女人可能服用了某种兴奋剂，甚至可能是某种毒品，才会出现这样不稳定的情绪。但是经过警察对她的身体检测，却发现这个女人身上已知的几种常见毒品测试都是阴性。不但如此，在女人身上也根本找不出过去曾经有过吸食毒品的痕迹。不过在警察的体检报告中，有一项内容却引起了江先生的注意，那就是在某个检查项目里，发现在这个女士的体内出现了超过平时5倍浓度的费洛蒙。听到这儿，我插嘴问了一句，什么是费洛蒙？江先生给我解释道，费洛蒙是一种由动物体分泌出来且具有挥发性的信息素，它可使同种动物的不同个体之间通过嗅觉的作用而传递讯息，产生行为或生理上的变化。这种东西在发情期的动物体内比较常见，一般是动物用来吸引异性而分泌的一种激素。吸引异性的激素？我沉默了片刻，有些急切地追问道，那岂不和催情药差不多呀？没有那么夸张了。江先生告诉我，在一般情况下，费洛蒙只能在两性间营造出自然舒缓的融洽气氛，最多也不过是起到类似香水的作用而已。他记得现在有些品牌的香水里还真的就有费洛蒙，因此这位女士体内异常浓度的费洛蒙有可能就是她使用了类似的香水造成的。如果是普通的警察的话，或许就会这么想，但幸好江先生也看到了这份报告。这位江先生虽然是外事处的人，但在749局待久了，对一些神秘事件也有些耳闻目染。他当时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便提议让警察对这个女人体内异常浓度的费洛蒙进行一下治疗。这种类似无心插柳的举动，没有想到在3个小时后却产生了奇效。因为在经过稀释治疗之后，当这个女人体内的费洛蒙浓度逐渐恢复到接近正常人的水平时，原本她那些歇斯底里的症状竟然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不但如此，那位女士就仿佛一夜之间完全恢复了正常，不但不再大吼大叫，对于警察们的问题也开始了正面的回答。根据那位女士的口述，她果然也是唐仔的女朋友之一，而且从时间上来说呢，这位女士应该还是唐仔的第一任女朋友，而她袭击我的原因果然也如同我之前的猜测那样，就是受到了唐仔在背后的指使。说到这儿，江先生还放了一段录音给我们听，这段录音就是警察当时对那位女士询问时的记录。一个听上去像是警察的人问道：你还记得自己为什么袭击别人吗？接下来则是一个女人的回答：记得，因为这是唐仔叫我做的。今天下午的时候，唐仔告诉我，刚才有一个男人侮辱了他，他感到很生气，因此希望我能杀了那个男人替他出气。就因为这个理由，你就真的去杀人了？负责审讯的警察听上去很惊讶，随即录音里传出了一阵抽泣声。那个女人哽咽地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的脑子里全都是唐仔，他让我做什么我就一定会去做什么，不然我就会感到害怕。害怕什么？害怕失去唐仔。在那段日子里，他的女朋友越来越多，陪我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我感觉自己好像失宠了，就不顾一切的想要把唐仔的心挽救回来。然后那时候唐仔让我去杀了那个男人，还告诉我只要我做到了就会重新爱上我。于是那你现在呢？我不知道，我连当初为什么会看上唐仔都不知道。我和他曾经是高中同学，那时候唐仔还给我写过情书，不过他那种男人没有一个女生会看上他，我也没有例外。可你刚才不是说自己是他女朋友吗？对呀，所以我好奇怪呀。那个女人忽然提高了嗓门，3个月前他忽然找到我，说希望能和我约会。我原本想要拒绝的，结果不知怎么就答应了他，然后就真的成了他的女朋友，不但给了他身体，给了他钱，还和其他女人一起。阿 Sir， 请你相信我，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是不是那个唐仔给我用了什么邪术啊？录音到这里忽然就停了，然后江先生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当时的审问就是这样，以后那个女人基本都是在向我们求助，说自己就好像是被唐仔洗脑了，要不然根本不会看上唐仔。她希望警察能抓住他，帮我们找回这3个月他在唐仔身上花的钱。江先生告诉我们，他之前一直就在警局那里，刚才从同事那知道我们去唐仔的几个住处找他的下落，便又找了那个女人一次，结果从他那里得到了唐仔和他刚开始谈朋友时的住所。按照那个女人所说，唐仔刚开始的时候是住在大角咀，和他谈了朋友之后才搬到了他的家，后来又从几个女人那儿拿到了新的房子。稍后江先生给李天明的手机发了一个地址，我们怕夜长梦多，立刻便驱车往那里赶去。不过因为担心唐仔又转移地点，因此李天明并没有让前往另外8个地址的工作人员一起赶过去，反而还从红馆抽调了一组人手来我们刚离开的那栋公寓蹲守。在半路上，我对李天明他们2个人说，我们之前恐怕都猜错了，那个唐仔的能力其实并不是什么精神控制，而是与那个费洛蒙有关。我怀疑林千怡他们可能就是因为费洛蒙的影响，才会对唐仔言听计从。那些女人会如此疯狂地迷恋唐仔，给他买房买东西，这样也都能解释得通了。李天明也同意，这个解释的确是最有可能的。这样吧，我现在就给红馆那边打电话，让他们带那些女人去医院进行检查，如果他们体内的费洛蒙浓度也出现了异常的话，那你的猜测就可以确定了。猜测没过多久就得到了证实。事实上，用不着李天明的部下把那些女人送去医院，之前2个在斗殴中受了重伤的女郎原本就已经被送到了医院。针对他们2个的检查结果，在10分钟后就送到了李天明的手机上。
检测的结果，这两个女郎体内的费洛蒙含量果然也超过了正常人应有浓度的5倍。李天明立刻回电，让那些唐仔的女朋友全部接受费洛蒙治疗。与此同时，车也已经驶入了大角嘴。根据那位唐仔的第一个女朋友提供的线索，唐仔的老家就在这片区域。照李天明给我的介绍，和我们之前去过的地方相比，大角嘴在香港是比较落后的贫民区，住的都是没有什么钱的人。根据那位女士说，唐仔原本并不是住在这里，他家境一般，父母早年离婚，很小的时候便和父亲一起生活。97年的时候，因为金融危机，他父亲炒股失败，背了一身债跳楼自杀。唐仔为了还债，只好把家里的房子卖了，并且从高中辍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位女士便和唐仔失去了联系。一直到3个月前，唐仔忽然出现在他面前，带他来到了大角嘴的租屋，告诉他自己这几年来一直都住在这里。随后，也就是在那间出租屋里，那个女士不知为什么被迷了心智，答应了唐仔的要求，做了他的女朋友。当然，他会迷上唐仔的原因，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多半就是因为那个费洛蒙的缘故。解开了这次事件的谜底之后，还有一个问题仍然在困扰着我。依照那位女士所说，至少在高中时期，唐仔其实只是一个再为普通不过的宅男而已。那么，他现在那种能使他人体内的费洛蒙出现异常的能力，究竟是怎么得到的呢？在他离开高中之后的这几年里，唐仔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切恐怕只有在抓到他之后才能得到答案了。又过了将近20分钟，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一下车，我抬头看着头顶那些又脏又破，看上去比蜂巢还要密集的楼宇，实在是难以想象，这里竟然同样也是香港。李天明和张默对此倒是见怪不怪。下了车后，李天明四处张望了一下，指着其中一栋楼房对我们说：“就是那里，那个唐仔的家就是在这栋楼的第7层。”李天明说到这儿，忽然愣了一下，又看了看自己记下的牌号，随后抬起头，指着一间屋子说：“那家伙家里的灯亮着，你们看，就在7楼，外面挂着一条床单的屋子就是。”闻言，我和张默一起抬头，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看到那间屋子里的灯亮着，而且除了灯光之外，我甚至还能看见天花板上反射出来的一道人影。走！张默只吐出了一个字，不等我们说话，便自己跑了起来，冲进了那栋大楼。我和李天明见状也想要追上去，但就在这时候，我的视线忽然捕捉到，就在张默钻进去的那栋大楼入口旁，有一个男人正提着一个塑料袋，一步一颠的慢慢走了过来。看到那个男人，我一把抓住了李天明，指着那个男人说：“李局长，你看那边，那小子就是唐仔。”我这一嗓子喊出去后，立刻后悔了，因为对面的唐仔也同样听到了我的声音，相隔着10几米的距离。他和我对视了一眼，便扭头就跑。我本来想要立刻追上去，却被李天明拉了回来。子九，你去找张默，我来追那小子。哎，为什么呀？李天明解释道，那个唐仔现在是一个人，我一个人就足够对付他了。但张默那里不一样啊，林千怡和唐仔待了这么久，说不定已经被他的费洛蒙影响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张默就有危险了。我明白李天明的意思，如果林千怡真的和唐仔的那些女朋友一样，被他的费洛蒙控制了的话，那么现在的林千怡很有可能会为了唐仔而与我们为敌呀。失去控制的林千怡有多危险，曾经被他蹂躏过无数次的我是最清楚不过的了。想通了这一点，我便点点头，也不再废话，就朝着唐仔的公寓大楼跑了过去，去追张默呢。进入大楼之后，看到唯一的一台电梯已经停在了8楼，我便没等电梯，而是沿着楼梯一层一层的往上跑。拜林千怡过去的锻炼所赐，
如今我的体力已经比过去好了许多，从1楼跑到8楼也没有怎么喘气儿。等到了8楼的时候，我没有怎么找，便看到了唐仔的屋子。因为整个楼道里只有那间屋子的房门打开着，看起来好像是被张默强行踹开了的样子。见状，我赶忙冲到了房门口，正准备朝里面喊话，便看见一个人影如炮弹般倒飞了出来，把我撞了个严严实实，差点忍不住吐出一口血来。我把压在身上的人推开，才发现刚才飞出来的人影竟然就是张默。张默是从唐仔的房间里飞出来的，而唐仔现在正被李天明追赶，那么攻击张默的人岂不就是……我朝着房间内看了一眼，发现自己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果然成真了。袭击张默的人果然就是我们这次苦苦寻找的对象林千怡。林姐，49，你怎么在这里？初看起来林千怡似乎还是和以前一样，可他接下来的话却一下子让我如坠冰窟。唐仔呢？你们把唐仔怎么样了？49，快告诉我唐仔在哪里？没用的，他果然和那些女人一样，已经被那个唐仔迷失心智了。我的背后响起了张默的声音，回头一看，发现他似乎已经恢复了神智，正试图从地上爬起来。但是刚才被林千怡击飞的那一下，显然让张默伤得不轻，嘴角正有丝丝鲜血缓缓流出。这时被迷失了神智的林千怡已经从那间狭小的屋子里面走了出来，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神中却完全没有了过去的那种温柔，只剩下了对我们的敌意。49，我最后问你一次，唐仔在哪里？你们把他怎么了？我心中焦急，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虽然李天明叫我帮张默制服林千怡，可是林千怡的厉害我是再清楚不过了。别说现在就我和张默2个人，就算是李天明在这里，除非是用武器，否则我们也万万不可能把林千怡给控制住。可如果真的要用武器，那林千怡万一出了什么意外，那还不如就让他先保持这个样子呢。我正犹豫不决的时候，张默忽然躲到了我的背后，在我耳边说道，只要你有办法拖住千怡3秒钟，我就能够让他暂时昏过去。我撇了撇嘴，让林千怡昏过去，这算什么呀？难道这个张默口口声声说喜欢林千怡，却竟然打算对他使用武器吗？想到这儿，我忍不住想要回头质问他一句，但这个时候林千怡却已经又向我们走近了一步，手上还不知从哪里拿出了一把菜刀。林千怡用不带任何感情的声音问，49，你们俩在说什么悄悄话？再不告诉我唐仔的下落，就算是你，我也不客气了。嘴上这么说的同时，林千怡也忽然举着菜刀朝我冲过来，我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张开双臂抓住他紧握菜刀的手，想要把菜刀抢过来后再将林千怡制服。没想到林千怡却忽然松开了菜刀，任凭他掉落在地上，随后反抓住了我的双手，将我整个人扭了过来。我顿时疼得大叫，问张默那小子在干嘛？再不帮忙我手都要断了。就是这个姿势，不要乱动啊！眼见我的手臂要被林千怡咬断了，张默总算是喊了一嗓子，随即我便看见张默已经站在了林千怡的背后，捏了一个奇怪的指诀，然后嘴里嗡嗡念叨着一阵我听不懂的咒诀，便将手指顶在了林千怡的后脑勺上。张默这一指看起来根本没有用什么力气，可奇怪的是，我却忽然感觉林千怡施加在我手上的力气一下子消失了。我轻轻地松了一下，发现自己很容易便从他的手里挣脱开来。回头一看，林千怡已经如同木头人一样维持着刚才的姿势，全身上下只有眼睛还在不停地眨着，2只大大的眼睛紧盯着我和张默，满是怨恨。我问张默他这是怎么了，张默就对我说，这是龙虎山的定身咒，之后的1个时辰，也就是2个小时里，被施咒的对象将会失去行动的能力。这还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这样神奇的能力，心想，原来这世界上竟然真的有咒法这种东西存在吗？竟然就好像是魔法一样，难怪高亮他们会如此迫切地希望张默回归调查处。
如果有他这样的能力，在办案时的确是方便了不少。不过张默却告诉我，定身咒必须触碰到对手才能够施加，这又让我一下子对咒法有些小瞧。原来这些咒术也不是万能的，还有许多限制条件。不管怎么样，林千怡总算是获救了，只要再把唐仔给抓住，看起来这次的事件就能告一段落了。然而当我和张默两人一起把林千怡抬回了李天明的警车上时，却发现李天明正一个人坐在车里抽闷烟，原本笔挺的西装也不知被谁扯烂了，全身上下一副狼狈的模样。我往车里看了一眼，并没有看到唐仔的身影，便问他唐仔人呢？李天明扔了一包塑料袋给我，有些懊悔地说：妈的，没想到我竟然大意了，让这小子逃走了，只拿到了这个东西。我接过塑料袋，发现这是某个便利店的袋子，打开一看，发现里面只有一盒避孕套。看到这东西，我立刻就明白了刚才为什么会在公寓外面看到唐仔。原来这家伙竟然是去买这个东西的。至于他买这个东西要干什么用，这自然已经不用再说了。现在想想，幸好我们来得及时啊，否则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不只是我，一旁的张默看到这个东西时也顿时跳了起来，他有些咬牙切齿地问道：这个混蛋，李局长，你怎么会让他逃掉的？我对此也感到很意外，毕竟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唐仔的能力可能只能对女性产生作用，如果失去了能力，那个唐仔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宅男而已。李天明年纪虽然已经到了中年，可好歹也是749局的人呢，明面上更是香港保安局的副局长，怎么也会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呢？李天明一张老脸被我们问得通红，并没有立刻解释，而是让我们立刻把林千怡抬上车，准备带她去医院进行治疗。为了防止定身术失效后林千怡重新开始发飙，我们只得将唐仔的事情放到了一边，一起把他抬上了车，随后便驱车赶往医院。在路上，李天明给我们讲了事情的经过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李天明也会在唐仔这个宅男身上失手。李天明追着唐仔离开之后，一路追到了附近隔几条马路的一条老街上。别看香港表面上法制健全，可是在大角咀这个贫民窟，却随处都可以看见不少的站街女。唐仔的能力虽然影响不到李天明，可他却凭借着自己的能力，让那些站街女拦住了李天明，借此逃过了他的追赶。李天明直到现在仍然有些感慨地说：哎呀，你们是没有亲眼看到啊，那个唐仔只不过是摸了一下那些站街女，他们就好像是得了花痴一样，一起追着唐仔跑，嘴里一起喊着要嫁给他。结果那个唐仔就指了一下我，告诉那些站街女，谁要是拦住了我，就会让他做他的女朋友。张默忍不住失笑道：区区站街女就把你拦住了吗？李天明白了他一眼说：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区区站街女，而是10几20个发了情的疯婆子。为了那个唐仔，那些女人连枪都不怕，20几个女人疯了似的朝我冲过来，要么把我拉住，要么抱住我的腰，最过分的是竟然还有人想要把我的手枪抢了。听到这儿我才明白为什么李天明现在的样子会如此的狼狈。我之前还以为他身上的衣服是被唐仔弄破的，没想到竟然是那些站街女造成的。虽然是在追捕犯人，但李天明并不是什么冷血杀人狂，不可能真的对那些站街女动武。因此眼见唐仔已经逃远了，而那些站街女依旧没有放过他的样子，李天明只能无奈选择了逃跑，放弃了追捕。该死！张默狠狠地砸了车门一拳，那个唐仔简直就是个人渣，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再想抓他就难了。我替李天明解释道：这也没办法呀，谁叫我们都低估了唐仔的能力。说到这儿，我忽然想到了一件事，对李天明问道：对了，你能肯定那些站街女仅仅是被唐仔摸了一下就发疯了吗？没错，那个唐仔一直在被我追着跑，根本就没有时间和那些女人接触，我在后面看得清清楚楚，基本上每一个人他都只是摸了一下。是哪些部位呢？
脸，还有手。李天明问道：“怎么了？有什么不对的吗？”我心里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但又说不出是什么原因。这时候，我无意中看了一下躺在后排的林千怡一眼，顿时意识到让我感觉不对劲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李局长，我怀疑那个唐仔的能力正在不断增强。你什么意思？再说一遍。李天明的脸色沉了下来。我对他说，白天的时候，林姐曾经和唐仔握了一次手，但那个时候，林姐只是对唐仔产生了好感，却并没有达到你说的那些站街女那样疯狂的地步。李天明顿时有些说不出话来，过了好半晌，才憋出了一句话：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这次的事情恐怕就要闹大了。我和张默都没有吭声，但是我们的心里清楚李天明的意思。如果唐仔的能力真的如我猜测的那样在不断增强的话，那么只要唐仔还继续在外界四处流窜，那么这次的事情很有可能就会彻底曝光在公众眼前。到时候别说香港了，甚至整个世界都可能会知道唐仔的名字。到时候如果有心人顺藤摸瓜，调查到了这次在红馆发生的事情，搞不好甚至连749局的存在都会被外界知晓。虽然我自己都觉得这种可能性有些危言耸听了，但是又好像是在情理之中的样子。几十分钟之后，林千怡被平安无事地送入了医院，开始接受治疗。根据医生的检查报告，林千怡的检测结果和其他人一样，果然也是体内出现了超长浓度的费洛蒙。而且林千怡体内费洛蒙的检测报告也从侧面证实了我的猜测，那就是唐仔的能力的确在不断加强。因为根据医生检查的结果，林千怡体内的费洛蒙浓度已经快超出常人10倍之多，体内费洛蒙的浓度甚至比和唐仔相处了好几个月的女朋友们还要高出许多。万幸的是，尽管费洛蒙浓度高得不正常，但是林千怡的情况并不是无药可治。医生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开始稀释林千怡体内的费洛蒙，最迟第2天早上林千怡就能恢复正常。听了医生的话，我和张默顿时松了一口气儿。就在这时候，一个人推开门走了进来。高科长！我一下子叫了起来，因为走进病房的人竟然是调查处3科科长高亮。林千怡出事的时候，我曾经给王军打过电话寻求增援，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快就到了香港。不过进入病房的只有高亮一个人，除了他之外就再没有看见其他人进来了。我问道：高科长，不会就你一个人来了吧？你以为我想来啊？1科2科的人都去执行别的任务去了，局里面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3胖呢？他也一样，京城那边出了大事，调查处全体出动了。要不是为了支援你们呢，我也应该和他们一起去京城了。我好奇地问：调查处全体出动了，是什么大事啊？高亮对我摆了摆手，示意我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随即高亮便走到了病床前，看了一眼正在昏睡中的林千怡。高科长。这时候张默和李天明也向他打了个招呼。高亮先是对李天明握了握手，算是回礼，最后便转向了张默，对他说：小张啊，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怎么样啊？现在有回3科的打算了吗？张默冷冷地回道：高科长，这件事情等这次的事件结束之后再说吧，现在要紧的是先把唐仔那个小子抓住。也行。高亮摸了摸下巴。那么说吧，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张默没有回答他，李天明则是看向了我，于是我便站了出来，把这次来香港之后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说给了高亮听。听完了我的故事，只见高亮用力跺了一下脚，竟然说：哎，这个唐仔竟然有这种能力，简直就是个人形春药啊！高亮语气里的惋惜和嫉妒连我都能听出来。张默和李天明自然也不用说了，李天明脸上看不出在想什么，但是张默就已经咬牙切齿了起来。高科长，现在不是嫉妒别人的时候，王军那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呀？这次的事情差点让千怡遇害，他竟然还只派了你一个人过来。什么叫只有我一个呀？高亮不满地说。
谁和你说了这次来香港的只有我一个人呢？听了高亮的解释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这次王军虽然只派了他一个人来香港，但是高亮自己却利用了过去在回收处的关系，把整个粤东的回收处行动小组成员总计约200多人都拉到了香港。高亮信誓旦旦地对我们保证道，这么多人我就不相信抓不到那个唐仔，敢动我3颗的人，我要让他后悔一辈子。第二天一大早，林千怡果然和医生所说的那样，从昏迷中转醒了过来，而且经过进一步的检测，已经可以确认他体内的费洛蒙浓度恢复到了正常水平。换句话说，他已经从唐仔的控制下清醒了过来。因为担心林千怡，我和张默2个人都是在医院过的夜。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们俩连脸都没洗，便冲进了林千怡的病房。进入病房的时候，李天明和高亮已经在里面了，似乎他们刚刚才和林千怡解释了他身上发生的异常。见到我们俩之后，林千怡立刻一个劲儿地对我道歉。我好笑道，林姐，你这是干嘛呀？对不起啊，49，对不起，昨天晚上的事情我都还记得，我也不知自己是怎么了，竟然会对你动手，对不起。一边对我道歉，林千怡一边解释起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虽然那个时候他并不是处于清醒的状态下，但对于自己那时候所做的事情，其实林千怡还是一清二楚的。他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在我依照林千怡的嘱咐离开演唱会现场去找保安关闭所有出入口的时候，他自己就去找了唐仔，希望在增援赶到之前把唐仔先控制起来。但就在抓住了唐仔的时候，林千怡无可避免地与唐仔发生了身体接触。也就是那一瞬间，他的内心忽然对唐仔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情。依照林千怡的说法，那种感情远远超越了普通的男女之情，更像是一种发自本能想要拥有唐仔的冲动。开始林千怡还以为自己是疯了，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可是当唐仔看着他的眼睛告诉他，自己其实在白天就已经注意了他很久了，想让他做自己的女朋友时，林千怡竟然鬼使神差地同意了。说到这儿，林千怡已经满脸通红，她说道，我现在真的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变成那样，那时候唐仔问我什么我就回答什么，竟然一点想要隐瞒的想法都没有。我不但把49你的事情告诉了他，就连我们局里的事情都和他说了。我连忙安慰他，林姐，那不是你的错，现在我们已经证实了，那个唐仔拥有可以影响女性体内费洛蒙的能力，是你身体里的费洛蒙让你变成那样的。林千怡点了点头，说刚才高科长已经把他进医院的原因说了。随后他又继续说起昨晚的事情。在知道了林千怡和我的身份之后，那个唐仔一下子便慌了神，不过他还是有些不相信林千怡的话。但就在那时，林千怡给他看了自己身上的配枪，还有口袋里放着的各种证件。在看到那些东西之后，唐仔便完全相信了林千怡的话。要是普通人的话，这个时候一定是有多远就走多远了，绝对不会再和林千怡有任何的纠缠。但那个唐仔却是一个少见的色鬼，就算明知了我们的身份，竟然还依旧对林千怡有着非分之想，不舍得就此放过他。而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我们知道的了。林千怡哭着说，49，要不是因为你，我现在肯定已经着了唐仔的道了，可是你过来救我，我却竟然不领情，还要拿刀杀你。一边说着，林千怡紧紧抱住了我，在我肩膀上大声哭泣了起来。听着林千怡的哭泣，我心里也很不舒服。林千怡虽然在我的心里一直是一个坚强的人，但她终归也还是女人而已。遇到这种事情，任何一个女人都会感到后怕。我连忙安慰她，我自己什么事情都没有，重要的是她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听完了林千怡的故事，高亮也是一阵唏嘘和后怕，同时向她保证，
自己已经让人开始搜捕唐仔的下落了，用不了多久，一定就能把唐仔给带回来。到时一定要把那小子关进保安处的大牢里，一直关到死为止。不过对于高亮的话，我却没有什么信心。虽然高亮说的那些人都是来自广州的回收处行动小组，里面有不少人都是军队里的精英，但是他们却不可能和在内地一样，光明正大的借助警方和媒体的力量去寻找一个人的下落，而仅仅凭借着几百人的力量，要在香港这样一个大都市里找一个人，无疑是海底捞针。就在我这么思索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了重重的关门声，一下子把我和正紧抱着我的林千怡都给震醒了。我俩回头一看，病房的大门已经关上。我又看了看四周，才意识到离开的人竟是张默。于是我问道：“那小子是怎么了？一大早发什么神经啊？”高亮坏笑着看着我和林千怡道：“还能怎么样啊？当然是嫉妒呗！啊，小林，你可真厉害呀，简直可以去参加奥斯卡了。”一边说着，他还一边对林千怡竖起了大拇指。奥斯卡？我顿时有些懵逼，完全不知道高亮刚才的话里有什么含义。这时候林千怡却松开了紧抱着我的双手，当我看到他此刻的面容时，却一下子明白了。林千怡此刻的脸上哪里看得到半点泪痕，再看他嘴角露出的那丝坏笑，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是被骗了。感情他刚才是在利用我演一出戏给张默看。林姐，你竟然……我指着林千怡，一时间有些说不出话来，而他则对我吐了吐舌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啊，四舅，刚才那些都是高科长让我做的。他说如果不这样啊，那张默就一定不会回调查处。”这时候高亮在一旁也得意洋洋地做起了说明。听完了他的解释，我才总算弄明白了刚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昨天晚上和我们见面之后，高亮曾经问过张默的意见，结果他依然对是否回749局犹豫不决。见到他的反应，高亮便策划了早上这一出表演。其实林千怡清醒的时间要比我和张默知道的还要早了1个小时，而在这1个小时里，高亮不但和李天明一起把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还为了张默回到调查处，特意安排了林千怡演一出戏。至于演戏的目的，就算是迟钝如我也能猜得到，多半就是为了让张默误会我和林千怡的关系，从而产生嫉妒之心。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更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